你遇到产权有争议的房子，那你觉得要不要买？我的建议是最好不要。嗨，我是买房阿元，订阅买房阿元，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那今天我跟你讨论另一个问题产权有争议的房子能买吗？先说什么是产权有争议的房子有两种可能。第一种是建商盖房子盖到一半缺钱，所以向民间的金融机构抵押贷款，变成在土地建物成本的他项权利，就会出现两个权利人这样。另一个是土地占用，这个老公寓蛮常见的，就房子盖一盖，其实是盖到人家的地上那产权就有争议。最麻烦的是，如果你要贷款的话，银行通常都会有一些状况那他们会担心求偿复杂跟产权移转的不便，所以这种房子我真的是建议你直接不要买。然后虽然他们会比市价便宜个1成2成，但是你会很难脱手你只能脱手给有能力处理的人或是不懂的人，那个买方会瞬间少了非常多。如果你有那个能力付全额的话，你干嘛不拿这个同一笔钱去买一间正常的房子就好那你要确保下一个买你房子的人他好买好贷款，那你的房子才会好卖所以你要知道怎么避免买到产权有争议的房子。最安全的做法就做产权调查那你要自己去地政事务所去申请土地建物登记成本如果你觉得很麻烦的话，代书房仲都会去查，而且是本来他们就会查好给你了然后还去调阅地籍图建物测量成果图等等那就可以看到这个房子有没有去占用到别人的地那建物测量成果图则是确认你的坪数有没有被灌水。虽然老屋啦它大概都有二次施工的状况不过还好啦，因为市场中还是大量的买卖交易嘛那比较简单的做法就是你直接要求在合约上面你要加注，若贷款不足XXX万元即无条件解约，然后跟房仲说帮我跟屋主争取就只能这样子，因为这个产权好像怪怪的那房仲应该都会同意去帮你争取。如果房仲还是被屋主打回来，那这间房子真的不要碰就是有问题嘛，所以才不给你写那因为到时候遇到产权争议银行通常核贷的陈述都很奇怪，甚至不核贷那到时候你们自动解约，如果你有押注这条，你就自动解约，你就没有事情，不用担心要赔这个违约金。如果你没有押的话，你要硬吃这个房子那到时候好好的买房子的开心的事情就变成一个噩梦了。最后你要知道，买房投资最忌讳贪这个还是要强调一下。我们买房子最好是力求稳健。你看我到现在分享的内容都是属于市场验证过的做法那我也没有说自己很厉害我自己也知道是房地产多头但我们就是很稳健的去做不要去搞那个极限操作。极限操作赚的比较多没有错，但是那个翻起车来明明都在做房子还是会翻车，很恐怖的那遇到比较容易发生争议的房子像工业宅事务所、地上权、法拍屋这种房子，你说能不能自产？其实也可以也是大量的人在专门买这些房子可是我就建议你艺高人胆大，你再去做你真的很专业，你再去做那愿意买工业宅的人，他最直观的问题，先不讲贷款，就是他的买方一定会比正常住宅电梯3房的人少很多很多嘛。对，那就到时候你卖的对象变少，你就会卖的比较久，跟不能卖的期待就跟没什么往上拉的机会那像我们今天讲的产权有争议的房子，可能它价格会压得比较低没错，可它就不好卖那银行不好贷款，那变成未来你很多操作面都没有办法去做那我不建议啦你为了这个价差去绑死，你为了这个价差去让自己绑手绑脚我们买房子不是一定要占到便宜才能买，而是投报率有到，房子没问题，其实都可以买买的贵一点真的也没有什么关系稳健讲完了，我们整理一下，今天我们聊了产权有争议的房子能买吗？一开始我们先讲了为什么房子会产权争议可能是在盖的时候建商的问题或是侵占到林地那你要是要购买这个产权有争议的房子会面临到银行贷款的问题它可能贷的成数很少，或是甚至直接不贷款，然后也会遇到转手困难的问题。虽然你的取得成本较低，可是长期来看这个带来的机会成本更高要避免买到这类的房子，就做产权调查，或是在合约上加注贷款不到指定金额无条件解约那另外我也提醒你
在做房地产应该就是追求稳健哦，避免因为贪小便宜而选择有争议的房子。只要投报率有到，买的比较贵没有关系哦，少赚一点总比卡在那边还要好。最后我想问你，你有遇过产权争议的物件吗？欢迎底下留言跟大家分享哦。讲八卦哦，讲八卦。产权争议这种房子哦，产权争议这4个字讲得非常的笼统，实际上哦，实务上的状况非常的复杂，非常的复杂。以土地来说，你可能套会哦，这个被人家套会了，然后不知道能不能解套，可是人家还是把它拿出来卖哦。为什么？他要下车啊，所以他会怎么样？他卖便宜，所以产权争议的房子哦，通常很直接的特征就是异常的便宜，那个不叫便宜哦，那叫异常的便宜哦。然后谁会心动哦？就不是那些高手会心动，就是那个刚出社会哦，没有买过房子的人，他们就在赌这些人。所以我真的是很不建议啦哦。人家是专家，人家专门搞这个东西，然后你是一个新手，那就是活该被宰嘛。所以产权只要有争议，我们都最好不要碰。为什么？因为旁边市场旁边，甚至你看的那一户的旁边那一栋，它就是正常的、清清白白的房子，那你干嘛要去弄这个东西？对，哦，那你说，可是它便宜啊。我跟你说，如果真的是这样哦，点交的法拍屋它还比较安全哦。对，那不用啦，那个艺高人胆大再去做，我们就是正当的、清清白白的去市场买正常物件就好。那也因为它就是正常，所以它的价格也是正常，它就是行情，所以你也便宜不到哪里去。在房地产这边追求稳健哦，不是说你把它买便宜你就很稳健，这当然是一个方法。可是你把它买便宜，你承担的风险，这就不违背了我们这个稳健的原则哦。所以正常、清清白白的房子你要买再买啊。这种产权有争议的物件哦，这个给高手去处理哦。那如果你今天真的很厉害，你有办法去处理一个产权争议的房子，在你手上哦，把它弄得清清白白的话，那当然你利润空间很大哦。那什么阳台补灯啊之类的啊，或者是侵占林地，然后你有办法把它摆平啊，那这个就是你技术上你能赚到的钱啊，那这个是市场应该要给你的。问题是我们今天大家就不会有这个专业，我们又不是专业的房地产从业人员哦，然后还要跟地主谈判、屋主谈判等等，所以还是不要啦。我们就是正常、清清白白的这样出租放生5年，这样就可以了。我建议是这样很安稳哦，非常安稳。你不需要去搞那些有的没的，然后民间那个前屋主民间借款哦，然后有去借钱，然后人家来设定哦，然后卡住这个房子，可是他便宜卖，他就是希望下一手去处理啦。千万唔通哦！台湾人有多爱买房子，我想不需要我来说明哦。最后我分享一下我的一些心得给你了，因为太多人私讯问了，那干脆拍成影片。先说结论哦，买房置产是为了老了有房也有钱，不是为了短期炒作哦。现在短期炒作赚不到什么钱哦，你不要搞错了。那置产就是来配合政府的社会住宅政策，你就做个好房东，一直出租合法报税哦。我的心得哦，第一个，不要爱上你要用来置产的房子，你是要置产不是要买来当传家宝的哦。只要整洁干净、好出租，整理到出租给人家问心无愧，这样就可以了。重点是好出租哦，不是你喜欢哦。好出租的房子比自己喜欢要重要太多了。第二点，不要用自住的眼光来挑选你要出租的房子就你是要出租你不是要自己住所以什么高楼层啊、有景观啊，其实这种条件是很好，但它没办法让你的租金多收1万块、2万块租金租的是行情跟你房子的总价没什么关系那3房平车就是3房平车的租金行情，2房没车位就是2房没车位的租金行情，所以你打定主意你是要自产。那你更好的选择是你看中一个社区，那个社区里面的什么低楼层啊、面中庭啊这种房子，因为同个社区高楼层同样的房型你跟它租金差不到3000块，可是你买的总价可以便宜个100万以上那投报自然会高人家很多嘛。自产就是选这个才比较合理。等一下，你是不是想要反驳我？好，那你就去挑高楼层有景观，那总价比人家买超过贵100万，然后跟低楼层面中庭的包租公收其实差不多的租金都可以你爽就好。第3点，非常具有潜力的房子往往都很反直觉可是那个才是好东西。也就是说
好的自产物件哦，就中古电梯大楼那个室内哦，又脏又乱，漏水壁癌直接起来。其实这种我们最喜欢的，反正总归都是要花钱整理的嘛，不如屋主你就不要整理，你就卖我便宜，让我们自己整理就好了。真的我们认为的好东西其实带你去看你都不敢买。我们看到广告里面写什么全新整理，哎呀，这个就兴趣就少了80%，这个要讲不完啊。总之就是说，自产物件啊，它其实都是反直觉的，它的卖相都不好。就是因为它卖相不好，因为它烂，所以它总价才低，它总价低，投报才高。那新手很容易不小心去买到那种贵松松的漂亮房子，那变成说它有涨没错啦，可是它涨的空间也不大。那老鸟大概都买好地段没整理的烂房子，什么屋龄20几年啦，然后漏水又壁癌就 OK 啊。这个没办法训练啊，这是心魔你只能够自己真枪实弹，去练习几次，你就会懂了，就跟我当初一样那像我们现在看到屋况不够烂，我会觉得很可惜你要自产，你就是要总价低嘛。同一个社区里面总价低的房子往往都是那没整理啊，条件不好啊，什么地落层、面中庭啊。那自住客门一打开，他乱糟糟的，他就摇摇头不喜欢。可是自产客杀杀价就买下来，再花几十万整理，整理到 IKEA 风该换的都换，都整理到问心无愧，然后长期出租，其实它投报率更好这个就是我说适合自产的房子它乍看之下它都很反直觉以上我的赖最常被问就这3点所以就第一个不要爱上你是要用来自产的房子，第二个不要用自住的眼光来挑房子第三个适合自产的房子它都很反直觉最后我看好高雄啊，你看我影片那么久你也知道高雄超棒，高雄不止台积电。未来的影片我也会陆陆续续介绍各项重大建设。自产高雄就找台湾房屋美术之星店，因为我跟店长配合超久了那非常的尽心负责。那他们也有长期合作的装潢、整理、出租反正自产高雄我就推荐台湾房屋美术之星店。现在就加他们的 LINE 买房阿元观众专用 LINE 小老鼠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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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老鼠5个 go 请助理立刻丢几个适合自产的房子给你看。记得炒房不好，不要炒房，长期自产出租，配合政府的社会住宅政策，做个好房东。因为买房阿元自产高雄，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